甚至有啲極端嘅就係令到自己產生一啲意外，以致咧增加佢喺醫療上嗰個支出，令到佢嘅財富減少。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發回人生嘅時間。喺上一集我哋就提到潛意識之下嘅信念同價值觀對人嘅影響。不過影響緊每一個人嘅價值觀或者信念都因人而異，而且五花八門，好難去逐一講得晒。對於現代人嚟講，金錢啊、愛情呢啲係對我哋最首要嘅。咁所以我今集咧嚟去講一下，究竟我哋嘅潛意識嘅信念或者價值觀點樣影響到我哋嗰個財富，點樣影響我哋嘅金錢。其實喺我哋潛意識價值觀裏邊咧，主要影響緊我哋嘅係有兩個方向，一個咧就係趨向性嘅價值觀咧，係會令一個人去追求佢想要得到嘅嘢；而另一個方向咧，就係叫有逃避型或者遠離型嘅趨向。即係話呢啲嘅價值觀或者信念咧，係令我哋逃避或者係遠離一啲我哋唔想要嘅嘢。就以財富、金錢為例，我諗如果我問大家希唔希望多啲錢，我諗冇人會答我話唔想，係咪？因為我哋成日都有個口頭禪，就係錢唔係萬能，但係冇錢就萬萬不能。金錢喺現今嘅社會對我哋嚟講係重要嘅。如果你話你係唔想去談論金錢，或者係好害怕談論金錢嘅話，咁呢個可能就係喺你潛意識之中對金錢有某啲嘅信念，令到你唔想或者唔敢去談論嘅。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遠離型或者逃避型嘅趨向。不過我哋嘅意識未必為意到。我相信大多數嘅人都會害怕貧窮。特別喺我哋現今呢個物質需求咁多嘅社會當中，如果我哋嘅感知上高覺得自己貧窮嘅時候，我哋就會竭力咁令到自己遠離呢個狀態。會點啊？我哋可能會積極嘅去工作啦，努力嘅去揾錢啦，令到自己唔會陷入喺呢一種嘅貧窮嘅狀態裏邊。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有啲人呢確實係好驚窮。但係咧，佢又冇動力去揾錢嘅喎。嗱，呢個就可能牽涉到佢有另一個遠離型嘅信念啦。可能喺佢嘅潛意識當中，舒服或者害怕辛苦咁嘅價值觀咧，係比佢貧窮更加重要嘅。所以佢寧願貧窮都唔會讓自己辛苦。睇唔睇到兩者嘅關係啊？又或者有啲人發覺係啊，佢覺得貧窮嘅時候，於是佢努力揾錢啊，儲到好多錢。但係佢發覺，當佢嘅金錢或者財富累積到某個金額嘅時候咧，佢就會失去動力再去努力去積聚或者賺取佢嘅財富。呢個可能性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就係佢真係害怕貧窮，以至佢感知到自己貧窮嘅時候咧，佢就會努力賺錢，努力積聚財富。但係當佢嘅財富積累到一定嘅數量之後咧，佢唔再覺得自己貧窮嘅時候，佢就會失去咗繼續去增加財富呢個動力。另一種可能性咧，就係當佢積累財富到覺得自己富裕嘅時候咧，佢有另一個遠離型嘅信念，就係有錢唔係一件好事。又或者有錢或者對金錢或者對財富或者對富足有一個負面嘅信念嘅時候，咁當佢嘅財富累積到一定嘅數量之後，而佢覺得自己開始富裕嘅時候，因為另一個遠離型嘅信念咧，令到佢唔想自己積累更多嘅金錢，於是佢就會不自覺地可能有其他嘅花費或者其他嘅因素，令到自己嘅金錢或者財富減少，甚至有啲極端嘅就係令到自己產生一啲意外，以致咧增加佢喺醫療上嗰個支出，令到佢嘅財富減少，係咪好有趣？所以由此可見咧，如果我哋潛意識嘅信念係比較正面，係趨向性多啲嘅時候，譬如話佢好追求金錢，佢好喜歡自己能夠過一個豐足嘅生活，而冇其他負面嘅價值觀影響緊佢，於是呢啲人就能夠較為容易嚟到去積聚佢嘅財富。
同樣喺感情生活上都係喺我輔導嘅生涯裏邊都見過有啲人佢拍咗幾年拖一路都相安無事，而且兩個人嘅感情非常之好，但係去到談婚論嫁階段嘅時候咧，突然某一方可能係男方，可能女方係突然覺得恐懼，令到兩者嘅關係惡劣，甚至分手。甚至有啲極端嘅例子就係當佢結婚嗰日嘅時候，某一方突然失蹤。有啲人就好奇怪，喂，明明係兩個人戀愛咁多年都好地地相安無事，而且感情亦都非常之好。咁呢個可能性就係呢個人好渴慕有情感嘅交流，有人嘅陪伴。相反嚟講，亦都可能係佢害怕孤獨，以致佢去追求一個戀愛嘅關係。但係咧，佢對婚姻或者更加親密建立家庭嘅狀態，卻有一個好強烈嘅逃避關係或者恐懼，以致佢一路都冇事，但係去到嗰一點觸發到佢呢個潛意識嘅威力，令到佢產生恐懼啦、害怕，以致佢急速咁去逃避嘅時候，於是佢突然間消失，或者突然間情緒發生好大嘅問題，以致導致分手，以致另一方可能莫名其妙唔知點解嘅。一般人可能就會怪責嗰個突然消失者，但係有可能呢一個同樣都係一個受害者，因為佢喺個潛意識裏邊對建立家庭、建立親密關係有一個莫名嘅恐懼，佢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所以你發覺無論係金錢或者係喺情感生活上高，呢啲人咧都會重複喺遠離貧窮，去到某一個階段由金錢消失，去返貧窮嘅狀態，喺度無限嘅輪迴。情感生活都係永遠都係拍拖，唔敢進入一個婚姻嘅關係。一去到談婚論嫁嘅話，佢就突然間消失，於是佢又害怕孤獨，又再追求另一次嘅戀愛關係。所以要擺脫呢一種咁嘅好似輪迴式嘅狀態，首先就係要去尋究翻究竟我哋內在令到我哋產生咁嘅情況嘅信念或者價值觀係啲乜嘢，以至我哋先至能夠進一步處理。不過咧，呢個就較為牽涉到咧一個幾深層嘅工作，其實最好就係揾專業人士咧嚟到去幫手。而你話我想真係自己處理得唔得呢？勉強嚟講都可以嘅。尋救嘅方法可以睇翻我哋上一集，我都有講過，我哋點去揾出潛藏嘅價值信念，點去反向令到我哋呢個價值觀由一個負面狀態變為一個正面狀態呢？如果個人我哋自己去做嘅時候呢，都有方法。不過呢個方法呢，要見效嘅話，就需要一段較長嘅時間。就係你去揾出咗你負面嘅價值信念之後呢，你要花一段時間好好咁建構出你理想嘅狀態係點樣，包括好似拍電影咁，你要將嗰個情景裏邊有冇人對話或者聲音啦，甚至你自身喺當中個感受會係點樣啦，整個嘅情景設計出嚟。然後每日咧喺臨瞓之前同埋朝頭早起身嘅時候，花5分鐘或者10分鐘咧嚟到將呢個情景好好咁樣喺你腦海裏邊演練一次，以至咧將呢一個正面嘅景象能夠去進入到你嘅潛意識裏邊，去替代咗你舊嘅嗰個唔理想嘅價值信念。當然咧，呢個過程都需要我哋花啲時間去練習先至做得好嘅。不過如果我哋希望自己生活得好，過得開心嘅時候，呢啲時間係值得我哋去投資。我哋今集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啟發同埋幫助。鍾意今集嘅朋友請喺下底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我哋有新片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大家。我哋下集再見，拜拜。